朋友們好，歡迎來到綠里問答。這期節目我們照舊回復留言，看看經濟氣子的專題裡有哪些有趣的分享和問題。好，話不多說，我們開始。第一位朋友，22年我和爹媽拍桌子摔板凳，好說歹說賣了家裡大部分房子，現在想這事兒我能吹一輩子。另一位朋友，23年、24年2年勸父母賣房，就是不賣，反而指責我敗家子兒，眼睜睜看着房價腰斬，而我平時燈多開10秒，他們就要吵着說我浪費。他們3輩子省的錢都填不上房子降的價，一個逃頂，一個腰斬，一喜一悲，難免讓人感嘆。不過高位逃頂的人畢竟還是少數。經濟學家羅伯特·希勒說，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是沒有經歷過蕭條和衰退，一旦出現危機，很難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應對。這話不僅適用於政府，也適用於咱們普通人。老話講叫吃一堑長一智，面對實打實的經濟損失，只有切身經歷一次，才會有深刻體會。下一位朋友，信息量極大，我們不能盼着別人救你，而是要自救。我把買了3年的学区房賣了租房子，3年虧了10年的青春，周圍全是诧異。殊不知我是在自救。認知即財富，這位朋友不僅實現了自救，而且至少領先了1到2個版本。泡沫破裂那期影片中，我們分享過學區房的邏輯，結論是學區房是所有房產當中溢價最誇張的，也將是摔得最疼的。來看一組數據，24年幼兒園關停2.11萬所，幼師下崗24.18萬人。現在2年過去了，小學關停潮也已經開始。為啥關停呢？因為21、22年新生人口斷崖式下跌，已經產生了現實影響。幼兒園關停之後，接着小學、初中、高中，一直到大專、本科，必將一路關下去。人都沒了，用教育綁定房地產還有意義嗎？沒有。另外，買學區房卷教育這事兒本身就很成問題，稍微讀幾篇論文就知道，人的智商是均勻分布的。大部分孩子就算買了学區房，也卷不出好歹。有買学区房的錢，還不如改善一下孩子的生活條件，或者多留點給他成人之後去試錯。就这教育这事兒，多說2句，因為我看見直到現在，網上還有很多女孩子對中國的現實狀況一無所知，還在爭着搶着去當老師。當老師嫁警察，這種沉澱多年的生活觀念，就像攢垃圾袋一樣根深蒂固。當老師放以前可能是人生贏家，但在急轉直下的人口趨勢面前，顯然是一個災難選項，基本就相當於男生現在去學土木工程。下一位朋友，資產是伸縮的，債務是永恆的，還有資產是彈性的，債務是剛性的。沒錯，總結非常到位。資產負債表衰退就是這麼殘酷，資產價值縮水，但債務水平不變。所以未來20-30年，中國也會步日本後塵，重走一遍資產負債表修復的老路。00後變為失業一代的同時，80、90後也將成為償債一代。下一位朋友，最近互聯網上很火的美國斬殺線，但有人說中國才是真正的斬殺線，博主怎麼看？還有一位耶律呂，要不要聊一聊斬殺線鎖血卦？我覺得同樣是房貸、槓桿、消費和大病返貧，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應？是不是人性過於黑暗，總想着別人過得不好，自己才開心呢？親不親不應該階級分嗎？最近有個事兒流傳很廣，一位博主發視頻說，山河4省沒有任何一隻礦泉水瓶和紙箱子能夠順利到達垃圾回收站。我最初看到這個視頻，沒反應過來它為什麼火，因為在我的生活經驗裡，自打有瓶裝飲料開始，翻垃圾桶的現象就從來沒斷過。更有甚者，你這邊還沒喝完呢，老頭老太太就要從你手裡撿瓶子了。跟這個相似的經驗是吃席，尤其北方鄉下的紅白喜事，都富裕20多年了，至今還是連吃帶拿，一點都不覺得羞恥。這說明什麼呢？說明中國社會的貧困非常普遍，而且一以貫之，曠日持久。我的看法是，走到翻垃圾桶這一步，早就活在斬殺線以下了，屬於是平 A 線。因為你想，收割貧困人頭，犯得着用斬殺嗎？斬殺 CD 90秒，平 A 一下1秒就完事了呀。什麼是平 A？ 平 A 就是大家都省錢，都怕糖尿病，所以往後不喝飲料，也不扔瓶子了。下一位朋友，剛畢業就貸款買房、貸款買車，在哪裡都是滿血斬殺線。沒有絲毫抗風險能力就去貸款買大件，這種認知不在房子這兒被宰，在別的地方遲早的事兒。真應了那句話，窮人的錢不好賺，但好騙。孫雨晨不是說嗎？中國人的底層代碼就是買車買房結婚生子，只有跑完這一整套流程，才能勉強算個人。可是換個角度想，如果工薪階層工作7、8年就能買套房，工作1周就能買一只 iPhone， 那也不用人人都變成孫雨晨那樣的聰明人。這就是說，只有千千萬萬老實本分的普通人才是一個社會的中流砥柱。再進一步，一個成熟穩定的社會，價值觀和信念也會相對穩定，而不是所有人在同一件事上吃大虧，然後都從心底裡摒棄過往的價值觀。不幸的是，中國這個環境，人們短視不得，糊塗不得，否則就得像公牛一樣，一輩子追着一塊虛假的紅布轉圈。所以我認為，凡事多問幾遍自己配不配，就能避免很多大坑。
房子200万，貸款140万，我一個月就賺5、6千，我到底配不配？一台新能源15萬，保險、充電、停車貼條，1公里合1塊錢，我到底配不配？如果答案是不配，那就先忍住，省下那點辛苦賺來的窩囊費，這才能保證自己活得不窩囊。如果事事都覺得自己不配，那大概率不是咱自己的問題，而是那些操縱紅布的人沒安什麼好心眼兒。下一位朋友，2023年自己首次買房，2014年說服父母置換到我同一小區，2020年因健康原因自己置換到低樓層，2023年初父親去世，搬去父母家與母親同住，賣出自己的房子，完全無意識地做出了全對選擇，命運齒輪轉得嚴絲合縫。下一位，25年正月忍痛割愛出手的，現在是年底就又降了20%了。忍痛割愛止損20%，可氣的是現在還有房吹忽悠抄底，估計來年這個時候得被人罵死。下一位，耶律律這樣的人在古代稱之為俠，我的名字叫做獻流俠，獻流俠。下一位，今年買房的，明年哭暈在廁所，後年掛牌斷供法拍房。25年的確不是好時機，上午買下午虧，但有時候沒辦法，經濟體感和價值觀這事兒傳導起來有個過程。1線城市的人已經吃虧了，3、4線小城可能還在努力上車，尤其北方大部分3、4線城市和小縣城，經濟主體主要是公務員和事業編，還有一些基建相關的土木工程群體，這些地方大都是吃財政包養飯的，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，所以等市場經濟的邏輯傳導過去，早就窮途末路了。當年改革春風吹滿地也一樣，等春風吹到北方小城市，東南沿海也早就已經遍地萬元戶了。下一位，如果從經濟和人口來看，中國的房價已經不具備再漲的條件了。還有一位，地產長期看人口，房產不可能有前途了，任何城市都不行。嬰幼兒是消費大軍，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，等於零成本做空中國經濟。所以人口因素不光影響房地產，還會影響醫療、教育、養老等一系列重要行業，甚至是全行業乃至中國經濟總量。下一位，都在說跌跌跌，可是对我們來說依然買不起，依然租房子，房東依然說愛住不住，想再減點房租不可能，你們再找一個吧。別看這些了，有錢的不差錢，跌70%能怎麼？對於有錢人來說，房子不是住的，也不是只有一個，可是對我們來說，房子這輩子可能就能買得起一個，50萬、100萬、150萬，對我來說沒什麼區別，都是貸款，還唄，到死還完就還完，還不完我也死了，也沒啥的。我倒希望房子貴一點，再貴一點，因為房子貴了，其他就便宜了。現在房子我們買不起，但東西便宜，我們能買得起的東西都貴了，真的好嗎？這裡簡單理一下邏輯，回想16到20年，房子越來越貴，物價也越來越貴，這是典型的通脹表現。現在房價暴跌，其他消費品也在降價促銷，這是典型的通縮表現。通脹的時候東西貴，但錢好賺；通縮的時候東西便宜，但錢更難賺。所以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，略微通脹是最好的經濟環境，因為錢好賺的同時，物價也更實惠。至於提燈定損的黑心房東，早晚會被市場淘汰。我們作為租客，不要怕麻煩，要勇於淘汰他們。下一位，2022年勸同事勸朋友不要買房，每個都跟我說還會漲，都在河南還有昆山買了。今年各種哭訴，跌幅30%到65%，好良言難勸該死的鬼，他們能聽懂的只有黃河、南牆和棺材。下一位，這個房地產同志的悼詞太逗了，房地產同志永垂不朽。下一位，22年年底，我也跟我媳婦兒拍桌子要賣房，最後她頂不住我的勸說，23年年中賣了房子，現在那個小區中介網站都不敢顯示歷史價格記錄了，而且很多都是掛了1年多賣不掉的。價格不透明這事兒就像網絡防火牆一樣，會遮蔽信息，阻礙市場調控，結果就是很多人需要拍桌子才能說服家人。其實呢，中國特色也跑不出經濟規律，市场的力量會像颶風一樣摧毀一切螳臂擋車的政策。下一位，城裡人買房大部分不算套牢，他們只是把之前賺的再還回去一些，套牢的是那些最後接盤的現箱的人。怎麼說呢？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階層問題。事實上，當舉國體制和市場經濟同時運行的時候，所有人都難逃被套牢的命運。參與市場經濟的人被套牢收入，吃財政包養飯的人被套牢靈魂。無論是哪一種套牢，最終都得通過買房子把土地出讓金足額交上去。下一位朋友，30年從下海到上岸，真是一個悲劇性閉環。父輩下海，兒女上岸，代溝堪比海岸線。下一位，升官發財不帶我，犧牲贖罪連帶我。唐突了啊！只要你是中國人，躺平都會被連累。下一位，最後的訃告裡寫，他連一套房子都供不起，這就屬於硬抬槓了。6億人收入不到1000塊，供不起房的是大多數，供得起房的人只能說是嚴選牛馬。這都能玩出優越感的話，那不就相當於在泰坦尼克上升艙嗎？下一位，少了一句，相信後人智慧。
縱向比歷史，咱祖上闊過；橫向比發展，相信後人智慧。雙贏，贏2次。下一位，下次有機會講講外貿順差和匯率唄。直接上圖，中國對美出口在25年底已經回到了2000年左右。好在中國對中東和一帶一路國家出口有所成長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。不難看出，雖然外貿順差還在，但結構已經徹底改變。此外，第一財經在12月底報道，近年來全國各地出現多起買單出口詐騙案。所謂買單出口，是說空殼外貿公司從報關中介手裡購買真實出口數據，以此來騙取地方政府出口獎勵資金。具體補貼金額為1美元出口獎勵3分錢人民幣，倒推算下來，上億元的補貼對應的出口規模可能達到數百億。還有，在很多地方，買單出口是由政府主導，企業配合來完成的，也就是官商勾結，詐騙地方財政資源。這意味着虛假的空殼外貿公司除了創造繁榮的出口數據以外，對就業、稅收和地方產業的貢獻全部為零。雖然報道提到買單出口基於真實貨物，但這種制度性的灰色操作，如果有真實貨物支撐的話，邏輯上似乎不能自洽。再說匯率，人民幣匯率是這樣，守就慢慢漲，不守就會跌。短期可以靠政策和預期管理穩住匯率，但長期看，在投資回報率下行、資本外流的情況下，存在巨大的結構性貶值壓力。不過人民幣走高可以緩解歐美對中國傾銷的譴責，只能說博弈還在進行當中，既要看一時，也要看趨勢。真正吃虧的其實是出口企業，本來一打貿易戰，訂單就在減少，好不容易接到單子，一結匯，發現利潤又被匯率吃掉了。不難想象，外需放緩，匯率擠壓，但生產成本幾乎剛性，所以對出口企業來說，2026年恐怕會更難。下一位朋友，對於增值為負數，增值稅是不是應該倒補貼錢給購房者呀？對啊，既然沒有增值，說什麼增值稅呢？這簡直是談判的藝術啊！關於房子貶值，隔三差五就會冒出梗圖。買房的客戶客套說給個成本價唄，賣房的業主也不客氣，說成交價150萬，成本價嘛200萬，因為成本價真的200萬。下一位，幾年前看小島說，不是房子的需求沒了，是需求從有房子到好房子的轉變。家裡把幾套房子賣了換了一套，從21年到25年，價格基本沒波動，坐標北京。我們在節目中分享了北上廣深4個一線城市房價在過去2年處於領跌地位，尤其北京最狠，成交價跌了39%。坐標北京，從21年到25年，價格沒變，這是在淘票票上看的房價嗎？下一位，需求不是飽和，誰不想住更好的房子？單純只是韭菜最後一滴血已經被榨乾了而已。還有一位，經濟要的是有效需求，如果把欲望比作需求，那供給永遠不夠。這幾年甭管誰分析中國經濟，都會說需求不足，房地產需求尤其不足。實際上就像第二位朋友所說的，需求也分2種，有效需求和無效需求。有效需求的意思是真的有錢買房，無效需求顧名思義，想買但房價太高，咱壓根兒買不起。答案顯而易見，要想創造有效需求，也只有2個方法，要麼房價下跌，要麼收入提高。下一位，健康是第一位，存款和學習也是我這幾年最關心的。健康是成本最低的避險方式，存款是最靠譜的致富手段。下一位，從公司到政治都是独裁，反正没人監管，確實效率高。還有一位，無限權力，有限責任，完犢子。不想要監管，其實就是不想用市場邏輯處理不良貸款，不想因為這些爛賬付出代價。可代價總要有人付出，銀行和政府不想付，那就只能全體居民一起付了。下一位，2026銀行暴雷的開始。還有一位，銀行手上的房子會越來越多的，直到銀行破產重整。趨勢如此，但銀行倒閉潮其實已經開始了。雅虎財經報道，根據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最新數據，25年1至11月已經有超過300家銀行退出市場，創下歷史新高。倒閉銀行中，近90%為中小村鎮銀行。此外，在已揭露年報的341家村鎮銀行中，有68%淨利不足1000萬人民幣，有21%深陷虧損泥潭。下一位，能說说門市房邏輯嗎？中指研究院報告，25年上半年，全國重點城市100大商業街平均租金環比下跌0.35%，100大購物中心商鋪平均租金環比下跌0.12%。早年間的商鋪都是社區底商，也叫門面房。那時候住宅小區都是開放的，底商鋪面直接服務於生活，一鋪養3代完全有可能。後來隨着商業街和購物中心興起，社區底商徹底失去活力，消費形態也從分散的社區型消費變成了聚集的商圈型消費。與此同時，全國每個城市的十字路口都變成了同一個配方，一個萬達，一個五月廣場，廣場旁邊永遠都是蜜雪冰城和瑞幸咖啡。大型社區底商這邊呢，20米一個藥店和沙縣小吃，50米一個每一家超市和蘭州拉麵，還有這10幾年興起的外賣，對商鋪簡直是降維打擊。以前開店講究人流大，現在只要價格足夠低，犄角旮旯開店都能風生水起。原因是流量從線下搬到了線上，從生活半徑搬到了互聯網平台。
下一位，2年恐怕遠遠不夠，人都被榨乾了，毫無消費力。舊時擊鼓又傳花，傳到尋常百姓家。荷蘭鬱金香炒到最後，連鐵匠都在貸款囤貨，等着倒手發財。但不幸的是，低下階層永遠都是擊鼓傳花的最後一棒。中國房地產在18年之後賣的全是月薪3、5千的牛馬，現在牛馬用完了，擊鼓傳花也就結束了。所以本分的老實人最好不要投機，因為我們的本分就是別人的機遇。下一位朋友，好家伙，這個朋友官大，立字為證，至少再跌5年起。世界平均水平8到9年，中國目前剛走過4年半。下一位，滑滑梯才開始，70%深探至2006年也未可知。中國房地產到底要出清到什麼程度？現在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和機構敢明確預測。我們在節目裡簡單提了一嘴，就是首付變全款。這本來已經很悲觀了，但我還看到過更狠的，說除一線核心以外，其他房產將徹底失去流動性。這種觀點基於宏觀經濟和人口結構，等事情起變化之後，我們再聊吧。下一位朋友，每次坐廈門往返溫州的動車，看到沿途密密麻麻的31層大樓，堪比恐怖片。還有一位，我也看過密密麻麻的房子，簡直引起密集恐懼症。這2天朋友結婚去襄陽，比你背景裡的樓房還可怕，全是高層，隨處可見的高層，現代化的城市。每次後期制作的時候，有個很重要的工作流是找素材。找素材這個動作能幫我了解很多事兒的運作邏輯，比如很多地方的法院、稅務局、文旅局，甚至是社保局都有自己偷拍的宣傳片。此外，國企、央企，諸如中石油、中石化、電力、電信、水利、高鐵、地鐵等等，也都有制作精良的宣傳片。這裡的宣傳片包括但不限於商業宣傳片、微電影、MV 和紀錄片。這類片子也是市面上大部分影視公司的核心業務。也就是說，財政和央國企投資不僅限於實體，宣傳口同樣花銷不菲。過去我一直認為，只有房地產這種揮金如土的企業才會拍攝宣傳片，沒想到公共部門也很樂於展示自己。這些大氣恢宏的宣傳片和網友所拍攝的住宅樓相比，就像高考作文一樣，一個是政治正確的滿分範文，另一個是現實主義的0分作文。滿分有多喜悅，0分就有多悲涼。下一位朋友，房子都有壽命的，80年代的房子比2016年後的房子還健康。那些保交樓的房子有25年壽命已經不錯了，還超高层，維護費高昂，住不起，所以拆房子才是出路。倒牛奶。25年8月份，前萬科集團副總裁毛大慶在接受梁子訪談錄採訪時說，13到16年建的房子比較好，因為當時整個行業都在比質量，建築用料非常扎實。而18年之後，地產商壓開發商，開發商壓建築商，建築商壓材料商，這樣一級壓一級，整個鏈條資金鏈短缺，偷工減料在所難免。所以毛大慶建議，2018年之後的房子盡量不要買。此外，深圳瑞杰工程諮詢公司在23年的行業報告中側面印證了毛大慶的說法。其数据显示，18年之後交付的項目中，滲漏和牆面空鼓等投訴量同比增長37%，精裝修貨不對版的問題占比高達23.6%。下一位朋友，沒什麼好焦慮的，再長的黑暗也會有天亮時刻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下一位，黃渤這個歌真是經典永流傳呀！文學創作中，想讓一個角色落幕，最悲壯的死法是讓他信念崩塌，可現實裡信念崩塌卻有種奇怪的幽默感。下一位，房地產永遠不是支柱產業，房地產行業只有建築一項產生社會財富，也就大約不到2000元的成本價值，其他土地稅費和財務費用都是財富轉移，沒有產生1分社會財富，不然炒房炒股都是支柱產業了。這個說法我不完全認同，因為在現代金融體系之下，不能要求 LV 的包必須得是牛皮的，所以也不能要求房子必須得按建安成本去定價。重要的是，房產要在透明市场中充分博弈，比質量、比服務、比居住體驗，而不是在刺激經濟的大旗之下，把每一間房子都炒成 LV 的價格。土地財政之所以不可持續，是因為它拿走房價6-7成利潤，最後甭管啥房子，建安成本都是2-3千，這就相當於定價都是 LV， 但賣的卻是塑料袋。下一位，這期視頻我又要聽上1萬遍了。以前幾期視頻我都是邊睡覺邊聽的，試圖用我不存在的意識去學習消化它。看完這期視頻，下期視頻又要等到下個月了。關於產量低，我確實很愧疚，能力不夠，時間來湊。感謝大家能夠包容。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偏執，我一直覺得好作品就應該像 A 片一樣，快進到任何1秒都能吸引人，所以每次寫稿都要反覆琢磨怎麼拍怎麼剪，一来二去就耽擱很久。下一位朋友，中國房子70年產權，不就是租國家的房子，然後還要自己裝修，各種養房子，並且還要伴隨房齡的增長而貶值。中國的房地產其實很像買入期權，每天損失权利金，可能期权比房地產還要好些，因為期權只損失权利金，起碼不用養。再看看澳洲、加拿大的房地產都是永久個人，所以在中國買商品房当投机買毛坯還行，為了自己住那就很不值得。
還有一位，如果我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階層，國家興亡與我沒關係，我早就國際自由了，就算100年後國家不存在了也沒有關係。哈耶克在《通往奴役之路》中說，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，它不僅保護有產者，也同樣保護無產者。只有當生產資料分散在很多獨立的人手中時，才沒有任何人能夠完全控制他人，個體才能真正決定自己想要做什麼。一旦所有生產資料都集中到一個人或一個機構手裡，不管名義上是全民所有還是國家管理，實際上誰掌握了管理權，誰就掌握了對他人的支配權。下一位朋友，目前我在国內一個3線城市，居民收入3到5千，不吃不喝，一年最多也就賺個5、6萬。但是目前房價在80萬左右，請問房價還有多少下降空間？另一位朋友回答他說，至少還能跌3年，個人感覺至少能降到50萬，僅供參考。我覺得50萬是普通人大宗消費的極限了。換個角度想，不吃不喝一年5、6萬，對於中國城市居民來說，差不多屬於剛剛脫貧。下一步要做的，首先是致富，而不是貸款消費。下一位，還要跌60%到70%，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逃過租售比的規則。現在中國的租售比在北上廣大概只有1%，正常發達國家是4%。瑞銀數據，25年10月份，一線城市平均租金收益率僅為1.81%，而全國平均按揭利率為3.07%。這種情況下，要想回到國際合理標準，只有2個辦法，要麼房價下跌，要麼租金翻倍。租金翻倍顯然不可能，那就只剩降低利率和房價下跌了。下一位，這一期的內容一如既往的精彩。我自己經常在國外生活，一直覺得有點奇怪，為什麼歐洲明明比中國早積累了那麼多資本，他們也必然經歷過極其輝煌的時期，為什麼我們現在出去旅遊也好，或者生活也好，卻還能發現很多很傳統的部分，或者說落後的部分？我一直相信存在是有原因的，直到聽到你說國外的房地產、醫療是努力給大家營造一個好的生活，而中國是通過房地產、醫療去拉動經濟的，瞬間醍醐灌頂。還有就是我很喜歡你扎實做內容的態度，也希望你可以再加上一些我們普通人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做什麼事情。因為認清問題很重要，但解決問題才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切切實實需要面對的未來。最後我有一個問題請教，我家剛好就是在2、3線城市21年高位買進的人，算是剛需吧，沒裝修也沒人住。就像你說的，我們目前已經虧完首付了，才還了4年房貸，這個時候究竟是直接認虧低價賣掉還是留着呢？我媽媽說賣掉，但價格都不夠還剩餘房貸的，想聽聽你的建議。另一位朋友回答他說，就像股票一樣，你覺得它還能跌多少，還能腰斬就賣了，跌到心理價位再買回，已經跌无可跌，還不夠手續費就留着。另外，你都沒人住，叫什麼剛需？華爾街日報24年底曾報道過，中國有9000萬間空置房，其中60%是已購買的空置房，又有60%在3、4、5線小城市。小城市空置房更多，是因為很多人工作要去大城市，老家買了房住不上，就圖心裡踏實。關於這種心理，最近互聯網流行一句話，說一周使不上3次的東西，完全沒必要買回家。房子也是一樣，把它當做耐用消費品就行，千萬不要當資產。下一位，吐槽歸吐槽，每次都是說很多問題，希望博主可以給一些普通人實質性的建議、操作建議。關於房子自救這件事兒，我根據3種處境分為3條出路。首先是有房的要率先自救，現在但凡是業主肯定盼着漲價，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房價漲也是新房漲，二手房會日漸折舊，只跟下跌有關係。還是那句話，長痛不如短痛，唯獨沒有無痛，要盡量自己做決定，自己承擔損失。其次是沒房的，千萬不要幸灾樂禍，幻想着房價掉在地板上，自己就可以上車了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因為上一波收割沒割到的人，大概率就不在收割範圍裡，不在收割範圍，那麼討論漲跌也就沒啥意義。最後，現在還想買房的，建議學一下剛才說的租售比，如果買一套房租出去，25年還回不了本，就是纯纯的大韭菜。所以我建議一年掙10萬以內的人不要惦記買房子，因為租房住更為划算。每月預算2500，一線租個普通的，2線租個豪華的，3線還能租個頂配的，最主要是首付和利息都省了，何樂而不為呢？總之要明白，住房成本永遠不要超過可支配收入的30%，這樣才能最大化保證生活質量。下一位，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中國利用返貧提高出生率？返貧的第一個結果恐怕是人口加速消亡。下一位，出生率低於 1.5 也不是沒辦法，五胡入華，塔利班、伊朗、俄羅斯、朝鮮、哈馬斯，東亞只有蒙古的总和生育率是健康的，目前維持在 2.7 上下。歷史輪迴這東西不服不行。下一位博主，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困境、社會矛盾，你覺得會通過戰爭來解決嗎？還有一位，經濟崩了就準備開戰了。
戰爭不會解決人的任何困境，只會解決人本身。這些年中文互聯網熱愛戰爭，我覺得《戰狼》這種主旋律電影至少要負90%的責任，因為他們美化了你死我活和肉體消滅。李白有句詩叫做10步殺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於丹覺得這首詩很美，王朔覺得於丹是個傻缺。下一位，現在製造業不需要太多人，對國家實力來說，服務業的經濟沒有實際意義。有製造業能出口賺錢，換取外國礦產資源，生產武器就足夠了。比如朝鮮經濟也許只有韓國幾十分之一，但是剔除韓國經濟佔比很大的服務業，差距就不大了。韓國人比朝鮮多，但是現在製造業不是靠人多，人多也沒用，算下來還是朝鮮贏。朝鮮的大炮更多，還有原子彈。以前上學，老師每天都要說極個別人簡直是造糞機器，言下之意，人得服從於集體，才是一個有用的人，高尚的人。現在回頭看，這是戰時體制和革命史觀的慣性思維，因為只有在市场經濟之下，人民才可以自由地刷手機掙5毛，而戰時體制之下，人民必須成為吃土拉磚頭的工具。朝鮮原子彈這個事兒吧，怎麼說呢？它本來就是一個沒必要存在的國家，如果真用一次的話，就徹底沒必要存在了。下一位，拖更這麼久，估計一半時間都在寫段子。還有一位，可以哦，你這經濟單口相聲說進我心裡了，可以稱為深刻。要說親，觀眾們親，觀眾演員心連着心。曾記得早年間有這麼句古話啊，沒有君子不養藝人。下一位朋友，日本在泡沫經濟高峰時，家庭資產中房地產佔比超過一半，約54%到63%。泡沫破裂後一路下降，如今僅剩約23%。這正是日本失落30年的重要背景之一。日本泡沫後是小痛長期，而美國次貸後是大痛短期。短期劇痛的優點是快速出清壞賬，市場幾年內恢復，資產重新增值。缺點是短期失業率高，家庭破產潮，社會痛苦集中爆發。美國有成熟的金融市場與破產機制，銀行倒閉、資產拍賣可以快速完成。美國在次貸危機後，雖然失業率飆升，但有失業救濟、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安全網。美國社會能容忍短期劇烈震盪，因为制度設計允許破壞後重建。所以中國走入了一個死局。美國模式效率高，但社會承受不了；日本模式穩定，但代價是長期停滯。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房地產問題被認為是系統性風險，不只是經濟問題，而是體制、福利、政治承受度三者交織的困境。最後，中國一定會選擇日本模式，小痛長期。中國政府更重視穩定壓倒一切，因此傾向日本式的小痛長期拖延策略。長期小痛和短期劇痛，很不錯的見解。日本政府債務在泡沫破裂後急劇升高，原因是通縮疊加老齡化，政府需要大量舉債來兜底民生。保羅·克魯格曼曾誇讚日本，說他在巨大壓力之下避免了大規模苦難，屬於人類應對通縮的典範。反觀中國，根本不承認通縮和泡沫破裂，所以在我看來，還有一個選項叫做長期劇痛。下一位，60、70後甚至是80後買的房子，大部分都是2015年之前買的，到今天最少已經有10年房齡。這類房子不說是老破舊，也差不多。在海量新房和二手房庫存的情況下，誰會去接手這些房子？恐怕永遠無法變現吧。從行為經濟學出發來看，買得早、買得便宜的人並不着急變現，而是考慮改善。下一位朋友，2018年在房地產中介公司做網簽、辦證、按揭等後勤工作，正處於漲價去庫存的魔幻時刻。看着那些爭先恐後的買房人，我甚為困惑，他們不看出生率嗎？數據來看，16年全面開放二胎之後，16、17年還迎來了一波新生兒小高峰，18、19、20年也分別新生了1520萬、1460萬和1200萬。不難看出，人口崩潰和泡沫破裂幾乎同時發生，所以合理推測，中國人不生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土地財政在10幾年之內吃光了未來幾十年的子孫飯。下一位，不能完全否定基建政策，大基建建立了現代工業化的基礎，現在向新質生產力轉型必然有陣痛，請耐心一點，目光長遠一點，經濟必將再次騰飛。另一位，中國龐大的地方債當初日本是沒有的，所以日本政府並沒有資產負債表衰退，日本政府還有加槓桿空間，而中國地方債務早就把加槓桿空間透支完了，所以居民、企業、政府都在資產負債表衰退。秦暉教授說，中國政府的高債務來自政府胡亂投資，而美國和歐洲政府的高債務則來自民主制度。民主制度為啥高債務呢？因為人民要用明天的收入來解決今天的痛苦，所以誰給的福利多，我就把誰選上去。可見，歐美這種人民當家做主的制度，才是真的在吃子孫飯。
下一位朋友不懂就問，既然涨價才能去庫存，为什麼不能用強制手段規定，每天房價報價必須高於前一天，實時監控，發現一起查處一起處罰一起。既然每天都會漲，房子肯定不愁賣了。好主意啊！津巴布韋和委內瑞拉分別點了個讚。最近不是反內卷嗎？航空公司和外賣平台都不讓降價競爭。其實這個方法在房地產行業早就用爛了，比如掛牌太低會被警告，再比如二手房交易平台不讓顯示成交價。有關行政干預市場的問題，一兩句也聊不清楚，咱們回頭做個專題專門討論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，感謝老朋友不離不棄，歡迎新朋友相見恨晚。最後特別鳴謝給我打賞的朋友，真金白銀受之有愧，謝謝各位老板。新年伊始，祝願各位老板和觀眾朋友們生意興隆，財源廣進，智慧趕上馬斯克，複利超過巴菲特。妥，大家接着整活，我去做新節目，我們下期再會。